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第207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你们的亚当。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一双詹姆斯2代的复刻，也是我小时候的第一双篮球鞋。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双鞋的外观。在外观方面，你觉得这双鞋可以打几分呢？我手上的这一个配色，现在的名字是叫做 Midnight Navy， 也就是大家所说的美国队配色。当年詹姆斯就是穿的这个配色参加的04年雅典奥运会。整体在外观上面，乍一眼看上去是看不出它和元年之间的区别的。同样的配色，同样的小皇帝 logo， 同样的绑带设计，同样的在脚踝处的图案。不一样的是，元年在脚踝处的图案使用的是镭射的工艺，而今年复刻的这一个鞋款则使用的是印上去的图案。经过了这一段时间的穿着，有一些地方甚至都已经开始掉漆了，但是总体来说在外观上面还是保持了原来的味道。我相信对于它的外观是否保持原味，大家一定更加关心它在实战方面是否也跟元年一样出色。这几年耐克的复刻鞋款，大家最担心的就是他们的减配问题，甚至连科比的升级复刻鞋款都根本比不上元年的配置，反倒是詹姆斯的复刻鞋款虽然没有进行官方的反向升级，但是整体的表现还是忠于元年的。这一双鞋的配置也基本上保持了元年的味道。只是基本上，在很多不起眼的地方，它还是进行了减配的，而且就是因为这些不起眼的地方，让这一双鞋的整体体验感下降了不止一个档次。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大底，在大底方面，虽然看似跟元年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这一双鞋所使用的大底橡胶在硬度方面非常软，在耐磨方面的表现非常糟糕。这一双鞋我穿它只在室内的木地板上面进行过实战，但是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磨损痕迹。下面这一张图是我群里的一个兄弟穿这一双鞋进行了一场室外实战之后的大底，一场强度并不大的室外实战，它的大底就已经磨损成这样了，说它是橡皮擦都不为过。它的外底橡胶我用硬度计测试之后的读数低至50，在采用传统橡胶大底的篮球鞋当中，这个数值真的已经是非常低的了。要比它更不耐磨的，可能只有 UA 的 Flow 以及李宁的吞拔1代，这基本上就已经决定了这一双鞋可以适配的使用场景有且仅有室内的木地板，其他任何场地都不适用。好在它在抓地力方面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在干净的木地板上面，它能够拥有非常优秀的抓地表现。不过它在吸灰方面的表现并不出色，大底的橡胶是那种很黏的橡胶，特别容易吸附灰尘，并且在吸了灰之后，即使是用手去擦拭鞋底，也很难将吸附在上面的灰尘擦去。所以在场地条件没有那么好的室内木地板上面进行实战，它的抓地力也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下降。所以如果你想要购买这个鞋款用来实战的话，那你要先想好自己打球的场景是否能够适配这一个鞋款。如果你基本上就是在室内的木地板上面进行实战，并且场地条件都是比较优秀的，那选择这一双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在中底方面，它是比较出乎我的意料的，依旧使用了元年的配置，前掌超大面积的分气式气垫，加上后掌超大面积的一块 Zoom 气垫，这点还是比较令我感到惊喜的。没想到耐克的复刻居然能够这么良心。一上脚就能明显感觉到它中底气垫的澎湃，脚感非常爽。不过这种大面积的气垫都有着一个比较明显的缺陷，那就是当气垫气压下降之后，它的泄力感会非常的明显。虽然在初期确实是感觉不到，但是一旦穿了一段时间之后，这种感觉就会慢慢出现，并且随着穿着时间的上升，这种感觉会越来越明显。不过在它气垫气压还比较高的时候，在突破的过程中，它所提供给你的反馈还是非常爽的。在突破的过程中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脚底下的气垫所提供给你的那一种力反馈，为你的下一步起到助力的作用。而前掌的这一条沟槽的原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XCIN 对于 AJ28 的解读，那期视频我觉得是 XCIN 迄今为止的巅峰之作，能够在那一期视频里面学习到非常多的东西，非常值得大家去观看一次。而在后跟的缓震，它的表现也同样出色，即使是单纯用脚后跟着地，也完全不会有震脚的感觉出现。中底的整体表现是非常拔群的，前后掌的超大气垫真的非常的喷水，相信看过元年拆解图的朋友都知道这气垫有多给力，甚至 AJ28 放在它面前都只是个弟弟。
并且它中底的刚性表现也是非常出色的，在做变向动作的时候，球鞋的整体姿态能够保持得非常好，不会产生过大的形变。不过它在足弓支撑方面是有明显欠缺的，在足弓处并没有做出明显的上翻，球鞋在足弓处与双脚的贴合度也是比较低的，穿它打球换一副带有足弓支撑的鞋垫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件事情。并且这一双鞋的原装鞋垫体验感也非常的糟糕，虽然使用了跟元年同样的硅胶鞋垫，对于脚感的提升非常明显，但是它在鞋垫上面的背胶真的是少得可怜，穿它在做大幅度变向的时候，鞋垫甚至会在鞋内出现滑动的现象，这你受得了吗？体验感真的特别糟糕，换一副鞋垫真的是必须要去做的一件事情。而在鞋面方面，是这双鞋减配最为严重的一个地方。光从球鞋的外观上看，其实根本就看不出元年和复刻之间的区别。但是当你穿上脚进行实战之后，你就能明显感觉到它在鞋面内部的填充是远不如元年的，填充少得可怜，并且在穿着了一段时间之后，它内部的填充物会有进一步的压缩。虽然在静态的包裹方面确实还不错，但是在动态锁定方面的表现是无法令我满意的。系紧鞋带之后，再做一些大幅度变向的时候，脚在鞋内还是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位移。不过它在中后段的锁定做的还是非常优秀的，不会出现任何顶脚趾或者是不跟脚的现象。而同样因为鞋面的内部填充减少，它在包裹的舒适性方面也无法让我满意。在脚踝四周的包边会有非常明显的硌脚现象，在使用绑带的时候尤为明显。把绑带解除之后会有比较明显的缓解，但是依旧还是会有硌脚的感觉。这一点跟詹姆斯3代的复刻非常的相似。而在使用绑带的时候，它对于脚踝的锁定非常强，对于脚踝的限制感也非常的明显。如果你是偏外线打法的球员，我建议你还是拆掉绑带进行实战，这样它的灵活性能够得到非常明显的提升。如果你想要更为优秀的脚踝保护，那就带上绑带，但是这也同样意味着你要忍受那非常明显的硌脚踝的不适感。如果你有打脚的习惯，那打完脚之后一定能够解决硌脚踝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不打脚，我还是建议你不要使用这一个绑带了。这个绑带对于舒适性的影响真的非常大。你看，就是这么一个不明显的减配，把原来评级可以在 S 级别的一双篮球鞋活生生的就给拉了下来。不过它在鞋面的支撑性方面是无可挑剔的，高强度的工程网布加上皮质鞋面的加持，整体的鞋面延展性是比较小的，加上大底橡胶有着非常大面积的上翻，让它在侧向支撑方面的表现非常出色。不管你做什么动作，它的鞋面都可以非常好的兜住你的双脚，完全没有问题，并且在后跟处也加入了一块硬度适中的 TPO， 让脚踝处的支撑也得到了保证。如果你觉得这样脚踝支撑方面还是不够用，那你就把绑带给带上，绝对是顶级的脚踝锁定以及支撑，但是前提是要你能够接受它所带来的舒适性方面的问题。在稳定性方面的表现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球鞋的大底面积虽然并不算宽大，也并没有做出非常明显的外扩，但是气垫四周的硬质 TPO 键很好的控制住了它中底的形变。这种气垫布置也被称为 Cage Zoom， 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 Zoom 使用方式当中的一种，并且球鞋外侧上翻的大底橡胶也能起到一定的防侧翻作用，再加上非常平整的大底以及合适的中底重心，让它在稳定性方面的表现并没有问题。虽然称不上出色，但是绝对是够用的。在重量方面，这种比较古早一些的篮球鞋在这一方面都是比不上现代的篮球鞋的。单支 42.5 码的 LBJR 复刻在没有绑带的时候重量是472克，再加上绑带之后重量是494克，基本上就是1斤1支的一个水平。好在球鞋的整体重量布置是比较平均的，并且球鞋的鞋脚一体性表现也非常优秀，穿在脚上的体感重量并没有那么重，整体的重量表现还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一个水平，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这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会稍微复杂一点，带上绑带评级 B 级，不带绑带整体评级 A 减。如果再给它换上一副带有足弓支撑的鞋垫，整体的评级我可以给它 A 级。如果在打了脚之后再穿进带有足弓支撑的 LBJR 复刻里面，我可以给到 A 加。分数的浮动还是比较大的，在原装状态下，它的足弓支撑是明显欠缺的，并且耐磨水平也比较糟糕，前掌的动态锁定做的也并不理想，并且在带上绑带之后，在舒适性方面的表现也比较糟糕。但是这样的中底配置，即使是把它放到任何一双篮球鞋身上，都能得到非常明显的提升。但是现在依旧处于原价附近的价格，对于没有情怀的朋友来说，绝对是不值得购入的，可能降到个8到9开会更加的合适。
虽然它的毛病不少，但是它的实战性能比今年的 LPG20是要更为出色的，用来进行实战绝对没有问题。那如果你要购买这一双鞋的话，在尺码选择方面，这一双鞋是不偏码的。我平时耐克穿42.5，李宁穿42，这一双鞋我选择42码还是非常合适的，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球鞋的鞋楦属于正常宽度的鞋楦，建议正常脚型或者脚型略微偏宽、偏窄的朋友去进行选择。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我是亚当。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你，希望你可以关注我，并且顺手给我点一个赞，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